太多人问我这个好不好用了，直接说结论，超好用。Logitech NX Creative Console 绝对是我近几年用过最推荐、优先度比滑鼠和萤幕都还要高的工具，没有之一。只要你有剪辑的需求，我用我的名誉发誓，它绝对可以有感的帮你加速工作效率。反正我自从有了它，同样的时间成本下，我可以产出1.5倍到2倍的影片数量，在现场 SDE， 也就是当日快剪快播的工作，我现在也一定会带着它出门。最能增加我工作效率的东西是这个键盘。我知道看到键盘，很多人都开始打一些歪主意，明明其他品牌也有相对便宜的键盘嘛，我干嘛买这么贵的？没有，它根本不一样。Logitech 是可以联动功能的，听不懂没关系，我后面会解释。欢迎收看冰冰冰的来了，我是詹冰。我自己以前买过第三方的控制盘，也用过转盘的那种。最近听朋友的分享，为了省钱买其他品牌的便宜键盘，结果大失所望。因为就算是插件可以补足快捷键，它的制式设定就是长那样。它怎么设定就是只有快捷键，不管你怎么改，客制化的程度非常有限，永远都是 Ctrl 加 Auto 那一类复合式的按键被集中到一个按键而已。这个不是 Logitech NX Creative Console 完全不是这样，透过 Logic Options Plus。以及从盒装外观就能看到的知名软体直接授权，你可以直接开启功能本身。我知道很难懂，所以我举几个例子。如果我在 Premiere 里面要编辑文字，我要用滑鼠去点文字2下选中中文字。可是在这个转盘上，我不管正在做什么事情，在哪个视窗，我只要按一个键就好。你原本的预设根本没有任何快捷键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但在这个主控台上面就是做得到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当我需要切换不同的工作窗格，我要去翻找并点按它，例如专案特性。在工作区域没有的窗格，我会需要去切换工作区域。例如，我要调色，我要按到 Geometry Color 这个窗格；我要混音，我要切换到 Audio Mixer 这个窗格。这2个动作都会让我卡顿个3秒。可是，在这个转盘上，我就是有按键可以直接切换窗格的，而且完全不会卡顿。这就非常离谱了，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快捷键或设定可以让任何的键盘做到这件事情。或者也有可能是我不会设定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过去没有想过分页可以放到快捷键。Logic Options Plus 的设定档是直接针对你想用得到的动作本身，而非 Ctrl 加 Auto 什么鬼的快捷键集成。这样你们理解差别了吗？它根本就是这些主流软体直接授权给它控制权限的。抱歉，我能举的例子只有 Adobe 的软体，因为我对他们的全家桶比较熟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软体功能可不可以用，你问我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建议你们可以直接找经销商，或是寄信给客服，不然你问我，我也只能我不知道。初期设定和习惯会稍微辛苦一点点。如果你买它的滑鼠 NX Master 4，你可以把 Logic Options Plus 设定到 Action 3，就是滑鼠侧边的这个按键里面，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在觉得不太顺手的时候，马上设定键盘里的按键。想要设定常用的快捷键，可以在软体里面的 Keyboard Shortcuts。Premiere 的话是在这，你可以直接 Google 你的软体快捷键在哪，打开之后按按看，像我很常用 Ctrl+Shift 加 K 就可以看到哦，它的英文名字是 Add to All 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回到 Logic Options Plus， 在搜寻直接找到这个动作的名字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快速设定你常用的功能进键盘了。然后记得经常存档你的预设，指着软体按后面的3个点按汇出，将来你换电脑的时候设定跑调啊，都可以直接把那个预设找出来，点2下直接重置你常用的预设。然后我知道有些人就是真的很懒，其实你按新增设定档的时候，它也会有一些系统自己内建的设定，你可以直接叫出来用。然后如果你真的懒到极致，你想直接问我怎么设定啊，也行，我把我的设定档直接截图放在这里，你可以抄，连抄都懒得抄，但你已经有买的话，下面说明栏文字云端里面有我的设定档，你直接下载来用，可以吧？够懒的吧？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再补一个缺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软体相容性的问题，但我设定功能的时候，它按键有时候会乱跳。图示不能显示啊，颜色不能改啊，所以我前面跟你说的汇出预设，请你一定要常做，这就等于是这套键盘的另存新档啦。总之就是记得存档还是有好处的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改颜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酷。每次我拍短影音把这个主控台置入在我的影片里面，或者去现场教学、现场快剪的时候，客户或同事就会一直很好奇说：哇，这是什么？这好用吗？真的是啊，情绪价值满分，好用。好不好？真心推荐给你们。所以如果你问我今天没有买的话，我会不会买？值不值得买？就我个人的感想，当然是超级值得，因为我的片量很大，我同时要经营短影音、长影片，还要当别人的幕后剪辑师。那这一笔初期的投资换来的就是后面每一次剪片省下来的时间。对于想要加速工作效率的剪辑师或是自媒体创作者，我觉得它几乎可以被视为必要的投资，优先度大于阵列或硬碟。
我是说保存档案用的啦，剪辑用的 SSD 还是不能省。就我宁愿保存档案的空间小一点，我也会把加速工作的工具先拿下吧。而且以前我是很看不起这些外接控制台的，因为我踩雷过太多次了，尤其是一些杂牌的控制台，那真的是不如我手指辛苦一点，按一按反而会出错，故障排除反而花我更多的时间。Logic NX Creative Console 真的是让我彻底翻转对这个工具的印象的好东西。它适合的人群只有一种，剪辑时会有很多重复性高的工作的人。如果你是剪那种酷炫啊、叠很多的效果，一直拉各种特效的剪辑师，那这台可以给你的帮助不能说有限，只是我会打一个问号，因为我自己在剪辑的时候，我脑袋会一直转，网页一直开，素材一直载，音效一直叠个不停，我忙都忙死的，我根本不会去记得用这个控制台。但如果是剪 YouTube 啊、旅游 Vlog 啊、Podcast 之类的节目的，或是量产短影音的，哇，这个根本不可能不买。原本我需要2个小时才能剪好的短影音，我1小时就剪好了，哇，很夸张。不买的就是工作效率输别人一大截。买吧，希望有让你们稍微对这个工具有点认识或者是改观。它真的不只是玩具而已，我已经推荐一波我身边的剪辑师了。目前大家都是满意使用中，所以我也想推荐给你。希望对你有帮助啦！有成功帮你生活或灭火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，你们的回馈都会是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你们。有疑问也可以留言给我，前面讲过了，如果我不熟的软体，麻烦你自己再寄信问一下经销商，抱歉帮不上忙啊。如果是跟它使用有关的问题，也许我可以回答。就这样，兵家来了，我是詹兵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花一点时间讲我的预设是怎么分配的。好了，我的第1页是分页，还有标颜色，第2页的话是字幕工具，就是中间这个是最主要常用的，会去编辑那个字幕嘛。然后第3页的话是初剪工具，这个是 Ctrl 加 Shift 加 K 的那个全切。怎么用呢？我平常呢应该是这样子把它放在键盘旁边，这样子我要加速就是按这2个，然后我要暂停就按空白键。或者是我突然想要按什么东西，我就会往回按。但为了方便示范，我先暂时这样子跪着哈。那这个笔座是他送的。我们先标颜色吧。我们素材通常会分很多嘛，就是这天做的、那天做的 ，A roll、B roll、第1季、第2季之类的。假设是这样子，那我就会框起来标颜色，框起来标颜色，框起来，放错，标颜色。切换分页应该不用示范吧？有一个我可以讲的啦，就是这个去除所有的效果。好，比如这样子一个素材，你已经把它调乱七八糟了，但是你想要把它叫回来，那我们就会按这一颗，然后看你要删掉什么，通常应该会全勾啦，应该，然后我按 OK， 它就会整个恢复，就这样。再来是字幕，字幕通常会让 AI 上个大概吧，但我现在这就是为了示范就重做。我要编辑它，我就按一下这个。收到保险了，一样编辑，做好保险。如果我做错了，我就会按 undo， 后悔 undo 了我就 redo。如果需要新增额外的字卡，就会按 T， 就文字工具，然后直接打在上面，它就会弹到下面来。然后有时候 AI 会多做嘛，那我就会按编辑，然后把它圈起来，然后直接剪下，这剪下，然后沿到这里。贴上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第3个分页初剪，我通常是从后面往回剪，我会看波纹上面的气孔啊，比如说在这里 ，Ctrl Shift 加 K 这个键也是放在中间，剪刀按一下，标记，剪刀标记。波纹剪辑是 Q 跟 W 在键盘上面已经蛮近的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设到上面去。这2个是方向键的上跟下，当然你可以再自己改啊。讲完了，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。